朋友們，在中國俗話說人命關天，就是說生命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都靠邊站。中國禁止使用隱藏式車門把手，這事在歐洲引起了很大反響。德語區網友們紛紛指責，為何所謂崇尚人權的歐盟毫無建樹，反而是中國做了這件事。而且從評論區看，絕大多數人甚至參與評論的人全都同意中國的做法。網友們呼籲歐盟應該立即仿效中國的做法，禁止此類害人的所謂前衛設計。我們現在來看看奧地利德語媒體標準報的報道。從未來回歸，中國禁止汽車使用隱藏式門把手。這種可伸縮把手曾被視為設計亮點和空氣動力學優勢，但事故後車門經常無法打開，因為供電中斷了。2012年，依照瑪雅曆法，世界本該走向滅亡。儘管眾所周知這並未發生，但按照埃隆·馬斯克的設想，至少在這一年，汽車門把手應迎來其終結。特斯拉 Model S 已標配的隱藏式門把手進入市場，這些門把手需經電子激活後方能從車身中探出。簡約設計與空氣動力學優化本應引領通往未來的道路，眾多汽車製造商紛紛效仿。然而，自2027年起，歷史之輪或將回轉。由於安全隱患及操作繁瑣，中國工信部宣布將於明年起全面禁止可伸縮式車門把手。這一舉措顯然將撼動全球對未來汽車車門美學設計的構想。2024年，中國市場新車銷量達3140萬輛。不僅中國行業龍頭比亞迪的新款車型，連德國製造商寶馬和奔馳的近期車型已皆配備隱藏式門把手。行李箱蓋自由通行證，此項修訂將於2027年1月1日起生效，適用於此後在中國銷售的所有汽車。對於已獲監管部門批准且即將上市的車型，製造商需在2029年前完成改造。此項規定不涉及行李箱蓋的開啟方式。通過這項修訂，中國作為全球汽車市場的重要參與者，或將引領新趨勢。據相關部門進一步說明，新規定要求汽車車門必須支持從內部和外部進行機械式開啟。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報道指出，此舉旨在解決車門把手操作繁瑣以及事故後無法開啟等問題。事故後的被困困境，該措施出台背景是在多款電動汽車配備的新型車門把手應用中，事故發生時車門曾出現無法開啟的情況。據報告顯示，救援人員試圖在事故現場解救乘客時無法打開車門。彭博社的一項調查指出，在特斯拉車型相關事故中，至少有15人因隱藏式車門把手阻礙救援人員接觸傷者而喪生。中國相關部門未明確說明具體受影響的車型，對車門把手標準的審查已進行較長時間。據中國日報2025年4月統計，在銷量前100的新能源汽車，也就是純電動車及混動汽車中，60%的车型配備了隱藏式門把手。改進措施推進中，製造商需對受影響車型的門把手設計進行更新。不過，據一家在華德系製造商透露，由於傳統門把手的供應商體系已成熟，相關改造成本預計可控，但受新規影響的門把手領域新技術將無法繼續應用。大眾汽車 CEO 托馬斯·謝弗早在去年9月就有指出，隱藏式門把手雖外觀美觀，但實際使用體驗糟糕。好的，家人們，你們也有類似體驗嗎？我們接着看網民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：除了顯示屏和門把手的問題，汽車行業在糊弄我們。新車最多開10年就得扔，自己修，祝你好運。獨立維修廠會說，這個我們不碰，他們就是想讓我們把車扔掉，而不是去修，好讓我們盡快買新車。屏幕壞了沒配件，全損報廢，不是開玩笑啊。我們不應忍受這種事。我也認為電動是未來。儘管如此，
我還是會努力把我的2013年款斯柯達法比亞開到70萬公里，把我的2005年 Iveco Daily 開到100萬公里。保養得當的話，應該能做到。我正在學着越來越多的自己修理。我們需要維修權。繼續往下，這確實也是一種惡習。我壓根不喜歡那個隱藏式門把手。同樣不喜歡的還有觸控按鍵式操作，某些功能必須是機械式、可觸摸且觸手可及的。對我來說，這包括近光燈、轉向燈、雨刮器、車窗升降以及門把手。在我看來，這是無法繞開的。就算有人罵我老古董，我也認了。再往下，讓我驚訝的是，這樣的規定居然不是出自歐盟。這類設計在我們這裡本就不該被允許落地，但想必是德國等國曾對此持反對態度。如今中國在此領域出手干預，恐怕此前無人預料到。畢竟歐盟向來在安全相關問題上擁有壟斷話語權。需要澄清的是，我認為這是好事。隱藏式僅靠電力才能開啟的門把手，簡直是瘋狂的設計。怎麼看跟貼？我們並非禁令專制政體，歐盟奉行的是安全性最低標準，如機械式緊急解鎖裝置，而非效仿中國的措施。我們再看跟貼，如果這項規定來自歐盟，所有人都會指責這種監管狂熱，認為它會讓本已陷入困境的汽車行業雪上加霜。下一則，這種可疑的進步本就不該從一開始就被允許。多麼可怕的噩夢！你甚至沒有受重傷，卻像烤架上的雞一樣無助地被困住，眼睜睜地經歷自己的死亡過程，僅僅因為這些拿着過高薪水的經理們拼命推動一些所謂的新設計，就為了在競爭中施加壓力。繼續往下，這很有道理。歐盟完全可以採納中國這項禁令，只要不是專門針對隱藏式把手的設計本身，而只是要求車門必須具備至少額外的機械開啟方式，那我完全看不出問題。反而奇怪的是，這類規定居然至今尚未出台。再往下，可悲的是，現在中國人提出的要求，歐洲監管機構早該注意到了。然而，他們只關心汽車遊說團體推崇的昂貴附加功能，比如沒人需要卻增加成本和麻煩的胎壓傳感器。再往下，感謝中國，現在歐洲監管機構也請趕快行動起來。難道可能增加5公里續航里程能夠為潛在的生命損失提供正當理由嗎？下一則，在中國，這類事情會被決定並相對迅速的落實，就這麼簡單。在歐盟，我們可能先要磋商個5年，最終得出的結論只會是汽車確實需要有車門。看跟貼，歐盟大概會先規定汽車的顏色必須達到碳中和標準，之後或許才有時間處理這類問題。再往下，不錯不錯，中國人在這方面做的倒也是好事。再往下，像特斯拉那種純粹觸控操作的方式居然能獲得上路許可，我至今都想不通。在經歷幾次險些發生的事故後，我現在只在車輛靜止時操作那玩意兒，這絕對是個錯誤的發展方向。再先進的輔助系統也無法彌補這個缺陷。下一則，我的特斯拉門把手今年冬天凍住了無數次了，完全是個失敗的設計。再往下，德國曾經有過一個汽車改裝比賽。冠軍得主對他的車進行了清潔化改裝，連車門把手都去掉了。為了獲勝，他還必須通過德國 TÜV 技術檢測。這項檢測他差點沒通過，因為在德國，車輛必須配備門把手。不過，檢測人員最終還是讓他通過了，因為這款車是在我們國家奧地利注冊的，而他對我們這裡的法律規定不熟悉。我問過一個機修師，他說當然需要門把手。否則發生事故時該怎麼辦？那是20年前的事了。有趣的是，現在這個問題才顯得如此令人驚訝。下一則，
我的 Model 3是我買過最棒的車，但它有2個嚴重缺陷：一是當12伏電源斷電時，車門外側無法開啟，且後排車門內側也無法打開；二是這家公司的 CEO 馬斯克多年後竟變成了一個瘋狂的納粹分子。再往下看，歐盟，請採取行動，請在我們這裡也別再允許這種愚蠢設計了。還有，行駛中的觸摸屏應該設為無法操作。謝謝。下一則，關鍵總是錢才是王道。報道中說，彭博社調查，因隱藏式門把手阻礙救援人員接觸傷員，至少已有15人在特斯拉車型事故中喪生。夢想一下，馬斯克的財產應被沒收至僅剩10億美元，其餘應該用於賠償 X 推特的受害者、被他收買的美國總統政策的受害者等等。據說，僅馬斯克的財富就幾乎能消滅世界飢餓問題，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，誰在乎呢？繼續往下，我經常喝完酒找不到車門鎖，中國對此怎麼看？看跟帖，要是在中國，您這種行為早就被扣光社會信用分了，根本不會有酒館再接待您。再往下，我覺得中國在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。再往下，這件事竟然是中國推動的，令我感到意外。在涉及有毒的拼多多垃圾商品時，中國似乎並不如此重視安全問題。看跟帖，或許您應該重新審視一下對中國的偏見。中國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化。再往下，看來現代消費者保護如今來自中國了，我們可真是進步神速呀！看跟帖，為什麼不呢？畢竟技術創新也來自中國呀。下一則，有趣的是，究竟是誰簽署了這項存在生命危險的車型認證？消費者和專業記者當初因批評那些層層嵌套的子菜單而遭到嘲笑，如今卻突然出現了恍然大悟效應。一個無害的熱蘋果派造成的燙傷尚需支付可觀的損害賠償，而15條人命因車門無法打開而喪生，至少應導致銷售禁令。監管在哪裡？在降低吸塵器功率以減少能耗方面行動迅速，到了關乎人命的車門無法開啟問題，卻得指望中國人出手，難怪他們要主導市場了。下一則，已經有人喊出監管狂熱、官僚國家或者香蕉彎曲度了嗎？等等等等，不對，這根本不是歐盟，這是中國。不管怎樣，我覺得這是好事。繼續往下，很好的舉措，歐盟請立即跟進，但這似乎也會影響到看似普通的門把手。我主張每輛汽車都必須能真正機械式解鎖，而不是僅僅讓機械部分裝模作樣的去觸發一個開關或電機。再往下，特斯拉就等於死亡陷阱。跟貼，謝謝。德國勃蘭登堡州曾有青少年因此喪生。特斯拉起火後，後排車門從內外均無法打開，施救人員也無能為力，人被燒焦死亡。這算什麼設計？緊急解鎖裝置藏在腳墊下面。下一則，我並不欣賞中國當前的形勢，但在門把手這個問題上，我同意他們的做法。好，看最後一條評論，也是跟貼。原則上，中國人應該對中國的現狀感到滿意。目前似乎沒有跡象表明他們對此不滿。好的，家人們，分享評論就到這裡。看來大家都支持中國禁止汽車使用隱藏式門把手的措施。大概這是東方和西方所有消費者可能出奇統一的一件事。沒有意識形態，什麼都沒有。只有安全考量。好的，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各位，我們下期見。